大家好，这里是才实说。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所有人都关心，但可能都没完全看懂的话题：中国经济。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一边是各种崩溃论甚嚣尘上，说房地产泡沫破灭，地方债台高筑，人口断崖下跌，中国经济不行了。另一边呢，我们又看到中国的新能源车、光伏、电池，也就是所谓的新三样，正在席卷全球，好像势不可挡。那中国经济到底是强还是弱？是正在走向衰退，还是在酝酿一场史无前例的惊天大转型？很多人都在雾里看花。不过最近我拿到了一份非常重磅的报告，由美国顶级智库 CSIS， 也就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2025年9月发布的，标题就叫中国的经济转型。这份报告的两位作者麦克马洪和安德鲁波尔克都是顶级的中国经济观察家，他们基于大量的中文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数据分析，描绘出了一幅直到203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路线图。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深度剖析这份报告，我会带大家看懂3个核心问题。第一，过去那个让我们熟悉的20年的增长模式为什么说死就死了？第二，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给中国开了个药方，为什么北京偏偏不吃？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北京真正的新剧本到底是什么？这个计划能成功吗？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这些内容信息量会非常大，而且会颠覆很多你以往的认知。建议大家先点赞收藏，我们马上开始。我们先来说说过去20年。如果你问中国经济的发动机是什么，答案毫无疑问，房地产和基建。大家想想，1998年房改之后，中国人对家的渴望被瞬间点燃。报告里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2020年在中国卖掉的房子里，有高达 89% 是新房，也就是直接从开发商手里买的，而同期在美国，这个比例只有 13%。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一个简单的二手房交易市场，而是一个巨大的能带动上下游无数产业的建设机器。报告估算，在巅峰时期，整个房地产行业算上它的上游钢铁、水泥、玻璃和下游的家电装修，共同贡献了中国 GDP 的 25% 到 30%， 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我们住的房子不仅解决了居住问题，还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边天。而这个发动机的燃料是什么呢？是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大家知道，地方政府以前是不允许直接借钱的，但他们有的是办法，搞出了一个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就是 LGFV 的东西，让这些马家公司去借钱搞基建、修路、建桥、盖机场，钱从哪来？就靠卖地。这个模式玩得非常溜，政府把农田低价收上来，转手高价卖给开发商盖楼，只要房价一直涨，你就能一直卖高价，地方政府就有源源不断的钱来还债和继续投资基建。同时，房价上涨让我们这些有房的人感觉自己越来越有钱，也就更敢消费。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一个房价涨、土地贵、基建多、经济好的正向循环。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个循环在2021年戛然而止了。报告用了一连串冰冷的数据宣告了这个时代的落幕。销量暴跌，到2024年，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比2021年的高点直接腰斩，暴跌了 48%。库存激增，卖不掉的房子越来越多。2021年到2024年底，未售出的住宅面积飙升了 74%。土地卖不动了，地方政府的钱袋子瘪了。2021年他们卖地还能收入 8.7 万亿人民币，到了2024年只剩下 4.9 万亿，少了整整 44%。 为什么会这样？报告指出了一个最根本、最无法逆转的原因：人。我们来看报告里这张人口金字塔图，这张图非常直观。大家看这个灰色框出来的区域，这是2025年20到35岁的人口，也就是买首套房的主力军。再看看他们上面那一代，也就是35到50岁的人口，是不是明显要宽一大截？报告里算了一下，中国的85后、90后这代人，比70后、80初那代人整整少了4520万人，买房子的人从根上就变少了，更别提中国的人口总量已经见顶，未来几十年都将是下行趋势，房子真的盖得太多了。
所以结论很清晰，那个靠着债务和土地推动房地产和基建一路狂飙的旧增长模式已经彻底结束了，它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和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接下来靠什么？面对旧模式的终结，几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包括很多中国的主流学者，都给出了同一个标准答案：转向消费。逻辑很简单，投资不行了，那就让老百姓多花钱嘛。报告里也摆出了数据，证明中国确实有巨大的消费潜力。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对比了几个和中国人均 GDP 差不多的国家，大家看，2023年家庭消费占中国 GDP 的比重只有 39%， 而土耳其是 57%， 马来西亚 55%， 墨西哥甚至更高。经合组织 OECD 这个富人俱乐部的平均水平是 59%。 很明显，中国人不是不爱花钱，而是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实在太低了。报告说，只要把这部分潜力释放出来，中国经济就有救了。怎么释放呢？也很简单，财富再分配。说白了，就是政府多花钱，搞好养老医疗这些福利，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敢花钱。比如报告引用研究说，如果给一个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保和公共服务，他的消费能增加将近 30%。这个道理连中国官方都懂。报告里引用了李强总理的话，说必须千方百计增强消费能力。但问题来了，说了这么多，为什么北京就是不这么干呢？为什么我们迟迟没有等来大规模的福利扩张，或者直接给老百姓发钱？这份报告给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甚至有点政治不正确的解释。北京从根本上就对福利主义抱有极大的警惕。报告提到了习近平在2021年的一个内部讲话，他批评一些拉美国家搞民粹主义，福利搞得太高，养了一批懒人和不劳而获者，结果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几十年都翻不了身。这种观点在中国官方内部非常普遍，他们认为在国家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富裕水平之前，就想提前享受西方式的高福利，无异于寅吃卯粮，最终会拖垮整个国家财政。所以北京的思路很明确，福利可以搞，但必须量力而行。钱从哪来？必须来自可持续的税收入，而不是靠借债。我们看这张图，2022年中国的总税收包含社保缴费，占 GDP 的比重只有 20.1%， 而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是 34%。 为什么差这么多？因为我们还不够富。在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是税收的大头，但在中国只有6500万人交个税，大部分人是不用交的。你不可能在一个普遍收入还不高的情况下去征收重税来搞福利，所以北京的结论是，问题的核心不是如何分配存量的蛋糕，而是如何创造增量的蛋糕。先通过发展把经济做大做强，把税基做厚，有了钱才能稳稳当当的去搞福利，推动消费。这就引出了我们最核心的问题，既然不靠消费，北京到底准备了一个怎样的新剧本？报告指出，北京选择的新道路可以用一个这几年非常火的词来概括：新质生产力。这个词听起来很玄乎，但报告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它的核心就是要用创新和产业升级来驱动制造业的生产率飞跃。大家注意两个关键词：创新和制造业。过去的中国制造靠的是什么？是低成本，是世界工厂的规模优势。但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便宜了，这条老路走不通了。未来要靠什么？要靠技术，靠别人没有的东西。报告举了我们最熟悉的例子，新三样、新能源车、锂电池和光伏这几个产业的成功，完美的诠释了北京的新剧本是怎么运作的。第一点，超大规模市场，中国有14亿人的市场，任何新产品只要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就能迅速摊薄成本。第二点，国家一直驱动，政府通过补贴、政策倾斜，硬生生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国内需求。比如为了搞新能源车，就给你补贴，给你绿牌；为了搞光伏，就定下双碳目标，大规模上马光伏电站。第三点，养股式竞争，在这个巨大的市场里，国家扶持出几百家企业，让他们互相厮杀。报告里提到，中国最多的时候有近200家新能源车企。这种残酷的内部竞争逼着企业不断创新，降低成本。第四点，最终走向全球。在国内市场卷出来的优胜者，无论是技术还是成本，都具备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然后一举杀向全球市场。这个模式已经成功了一次。北京的野心是，
把新三样的成功复制到更多领域，比如报告里提到的人形机器人、量子计算、飞行汽车、低空经济等等。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对传统产业的彻底改造。很多人以为发展高科技就是要淘汰那些低端的传统制造业，但报告说北京的想法恰恰相反，一个都不能少。报告里讲了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1块钱的打火机。打火机这个产业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密集，按理说早就该转移到越南、孟加拉这些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去了。但全球 70% 的打火机至今仍然在湖南邵东这个小地方生产，为什么？因为他们搞了产业升级报告，提到邵东最大的打火机厂东一电器从2016年开始搞自动化改造，8年时间里生产一个打火机的成本从2毛钱降到了1分5，降了超过 90%， 工人数量砍掉了 85%， 但日产量却从100万个暴增到500万个，这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另一个核心，用技术去武装传统产业，让原本要被淘汰的低端制造重新焕发活力。所以北京的新剧本其实是一个双轮驱动的计划，一个轮子是在前沿科技领域培育出一批像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全球冠军，另一个轮子是用这些新技术去改造无数像打火机厂这样的传统企业，让他们也能拥有高生产率。这个计划如果成功会带来什么？报告描绘的蓝图是企业利润更高，工人工资更高，因为需要的是高级技工而不是普通流水线工人，白领岗位也更多，研发、设计、市场都需要人。最终政府的税收增加了，就有钱去搞福利，反过来又刺激了消费，这是一个从生产端发起，最终实现消费繁荣的良性循环。听起来很完美，对吧？但这个宏大的计划正面临着2个致命的挑战，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这个新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必须要把东西卖出去。问题是中国的制造业体量实在太大了。报告引用了一个数据，2023年中国占了全球工业产值的 27%， 这是二战后美国达到的水平。而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预测，到2030年这个比例可能飙升到 45%。 这意味着中国要吃掉全世界近一半的制造业蛋糕。你觉得其他国家会心甘情愿地把市场让出来吗？显然不会。报告指出，美国和欧洲已经开始猛烈反击。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了高达 145% 的关税，欧盟也对中国的电动车举起了关税大棒。面对这种去全球化的逆风，中国要怎么把东西卖出去？报告总结了北京的几套组合拳。第一点，从卖产品到卖零件中间品，这是最核心的一招。既然你对我的整车加关税，那我就把电池、电机、屏幕这些核心零部件卖给你周边的小伙伴，比如墨西哥、越南，你们组装好了再卖给美国。这样一来，中国不仅绕开了关税壁垒，还把自己像血管一样深度植入到了全球供应链中。报告里引用了习近平的一句话，就是要增强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赖。第二点，把工厂开到海外去。报告提到了 TCL 的例子，他们在波兰建厂组装电视， 80% 的零部件来自中国，但因为是在欧盟境内组装，就成功规避了 14% 的关税。现在比亚迪、宁德时代都在全球疯狂建厂，也是这个逻辑。第三点，拥抱全球南方，搞绿色马歇尔计划。既然发达国家不待见我，那我就去开发新兴市场。报告提到，中国正在把自己塑造成全球绿色转型的唯一供应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想搞脱碳最便宜、最现实的路径就是买中国的光伏板、风力发电机和电动车。报告还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来自北大教授黄毅平，他建议北京搞一个绿色马歇尔计划，由中国出钱资助发展中国家购买中国的绿色技术和产品。这几招下来，中国的出口机器确实还能继续运转，但是代价是巨大的。为了抢占市场，中国企业正在进行惨烈的价格战，利润被压得极低。这意味着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很可能被内卷和外部打压消耗掉了，无法有效地转化为更高的工资和税收，这就把压力完全给到了国内。如果外部指望不上，那内部的消费必须得顶上来。那报告最悲观的部分恰恰是对中国国内消费的分析。他认为即便没有疫情，中国的消费也面临着3个结构性的
长期的抽水机正在不断掏空我们的钱包。第一台抽水机，房地产的负财富效益。过去，房子是中国家庭财富的最大头，报告说占了近 60%。房价上涨，大家觉得自己有钱就敢花。现在房价跌了，大家的账面财富缩水，自然会捂紧口袋。更可怕的是，报告指出，对于大量3、4线城市来说，由于人口流失和过度建设，房价可能永远都回不到过去的峰值了。这意味着几亿人的财富将长期被压制。第二台抽水机，独生子女一代的养老压力。这一点，相信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都深有体会。报告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随着父母进入70岁、80岁，医疗开支急剧增加，中国的医保体系虽然覆盖广，但自付比例很高。报告说是 34%， 远高于日英等国。而作为唯一的子女，我们不仅要承担父母的医疗费，还要为自己那并不牢靠的养老金体系存钱。这种对未来的不安全感，是抑制消费最强大的力量。第三台抽水机，地方财政的乱收费。卖地收入没了，但地方政府的开支还在涨，怎么办？报告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们开始搞中国特色的财政紧缩。但这和希腊、英国那种削减开支的紧缩不一样。中国的紧缩是一边要完成上级布置的增长任务，一边又没钱，于是只能向下压榨。怎么压榨？报告总结了2招，一是不给钱，拖欠公务员教师的工资，拖欠供应商的工程款；二是乱收钱，巧立名目，对企业和个人进行罚款和收费。大家看这张图，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也就是罚款和收费的大头，从2021年以来飙升了 31%。这种行为极大地破坏了商业环境和公众信心，让企业和个人更不敢投资和消费。这3台抽水机叠加在一起，导致了一个结果，国内需求将长期疲软。好了，分析了这么多，我们终于可以回答最初的问题了。到2035年，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报告最后给出了一个他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场景，我把它总结为一个外部强大、内部虚弱的矛盾体。从外部看，中国会显得非常强大，它的制造业将继续升级，会诞生更多在全球市场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和新品牌，它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会更加巩固，让美国和欧洲想脱钩也脱不了。它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会持续扩大，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技术和资本的主要来源。届时西方世界会越来越焦虑，感觉在科技和工业上正在被中国超越。但从内部看，普通人的感受可能会比较虚弱。尽管 GDP 数字可能依然维持在 4.5% 到 5% 的增长，但这种增长的体感会很差。因为国内需求不足和外部竞争激烈，企业的利润会很薄，大部分人很难获得大幅度的收入增长，财富会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那些身处高科技行业的精英一线城市的房东。而大多数普通人，特别是3、4线城市的居民和低技能劳动者，会感觉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升的电梯似乎停了。政府的债务会持续攀升，因为它需要不断借钱来填补地方财政的窟窿，并勉强维持投资来拉动经济，但这笔钱很难真正大规模的用于改善民生福利。所以报告描绘的未来10年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景象，一个在外部世界不断攻城略地、挑战现有格局的经济巨人，其内部却可能因为分配不均和信心缺失而感到疲惫和脆弱。这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大转型最真实的底色，它既不是简单的崩溃论，也不是轻松的复兴曲，而是一场充满了巨大挑战和不确定性的艰难行军。好了，今天关于 CSIS 这份报告的解读就到这里。我知道这个结论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复杂，甚至有些沉重，但理解现实是我们应对未来的第一步。对于这份报告描绘的未来，你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中国能成功实现这场宏大的经济转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请一定不要忘了点赞分享并关注我的频道才是说，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深度的硬核财经解读。我们下期再见。